第71章萧家行事。在静坐了接近1个小时之后，一位俏丽的侍女终于从门外走进，双手端着一个银质小盘，小盘中放有一枚淡红色的戒指。接过银盘，遣退侍女，亚妃亲自将之递向萧炎，含笑道：老先生，您所需要的药鼎与药材全在那戒之中。伸出手从银盘中将那戒拿起，在掌心中转了转。萧炎微微点头，药老的声音也是极为和实的传出：聚气散炼制成功后，我会给你们带过来。美眸中蕴含着一抹喜意。亚妃连忙点头：好了，你们就不用送了，我自己出去。挥了挥手，萧炎将那戒随手套在手指上，然后头也不回地对着候客厅外行去。桌上的蓝色玉卡，因为不想过多的欠人情，所以他也一并留了下来。望着那消失在门后的背影，亚妃轻咬了咬红唇，上前一步将蓝色玉卡收入手中，略微沉吟，轻声问道：古尼叔叔，炼制聚气散似乎成功率并不太高吧？据说连丹王古河大师炼制聚气散的成功率也不过在7成左右，正常的4品炼药师或许只有不到5成的成功率。古尼沉声道：可这位老先生一次就炼制成功了。亚妃微蹙着黛眉道：谁知道呢，或许是他运气好吧。古尼摇了摇头，并没有对此太过在意，毕竟炼药师炼制丹药的时候有很大的成分是需要运气，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一连几次都不会失败。他会不会不止4品炼药师啊？略微踌躇后，亚妃迟疑的道：怎么可能，加玛帝国5品炼药师就那么屈指可数的一些人，到了那种级别，就算是帝国以及云岚宗那些强大势力也会将之视为上宾，又怎会来我们这里拍卖丹药？古尼笑道。闻言，亚妃也是微微点头，轻叹了一口气，苦笑道：看来我还是历练不够，先前的那番迟疑恐怕让的这位神秘炼药师对我们的好感打了不少折扣吧。这也怪不了你，那般大的金额数量，就是连我也不敢一口就送出去，你能做到这步已经很好了。至于关系嘛，以后再慢慢打好就是，只要他没对我们产生恶感就好。古尼安慰道。苦笑着点了点头。亚妃慵懒地坐在椅上，曲线毕露，眨了眨狭长的眸子，有些疑惑地轻声道：他拿这么多低级的药材想做什么？那些药材都有止血生骨的效果，想来他应该是打算炼制疗伤药吧。略微沉吟，古尼眉头皱起，同样是有些疑惑的道：可以他的身份怎么还会去炼制这些廉价的疗伤药呢？闻言，亚妃美眸微眯，修长的玉指轻点在桌上，片刻后猛地一顿，轻声道：看来这位老先生似乎对萧家很是照顾。眉头紧皱，古尼满脸惊异：你是说他想给萧家炼疗伤药？最近听说加列家族请来了一个1品炼药师，廉价的回春散已经抢去了城中大半方士的人气，如果萧家再不采取措施，恐怕就得落个方中无人的尴尬局面了。亚妃眼波流转，淡淡的笑道：上次那位老先生就说过，如果有机会会和萧家合作，而他又在这种时候购买如此多的疗伤药材，其目的似乎不言而喻。嘿，看来萧家这次还真的是抱了一只粗大腿，加列家族有麻烦了。听着亚妃的分析，古尼咧嘴一笑，脸庞上有些羡慕，能得到一名4品炼药师的帮助，那可不是别的家族能有的待遇啊。微微点了点头，亚妃轻笑道：最近我们也多和萧家接触一下吧，锦上添花固然可喜，不过雪中送炭却更加容易加固双方的关系。古尼赞同地点了点头，背后有着4品炼药师撑腰的萧家已经值得他们重视。出了拍卖场，萧炎如同以往那般谨慎地转了半天后，方才拐进偏僻的巷子，将衣衫换了下来，抛了抛手中的淡红色纳戒。萧炎有些欣喜，这种纳戒是由一种名为内石的稀有材料所铸，其中有一片特殊的小空间，可以存放没有生命气息的任何东西，极为方便。不过由于内石的稀少，所以也导致纳戒的珍贵。像萧炎手中这枚最低级的纳戒，里面的空间也就仅仅3-4平方米的样子，不过绕是这样，其价格也要接近10万金币。在萧家，萧炎也只见过自己的父亲以及大长老有一枚这种纳戒而已。
把玩了一下那戒，萧炎迟疑了一下，却并未将之再套上手，而是小心地揣在怀中。这种戒指价格不菲，万一被父亲他们看见，自己还难以解释从何而来。将脚下的黑色斗篷踢进水沟，萧炎这才小心地走出偏僻的巷子，然后一路飞奔回家族中。沿着小路穿过家族，走过议事厅时，里面正传出父亲的暴怒骂声，眼皮跳了跳。萧炎凑上头来，悄悄地从门缝中望进去。妈的，加列毕那个老混蛋太嚣张了，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抢生意！大厅中，肖战正满脸铁青地怒砸着桌子，茶杯中茶水被溅了一桌。现在萧家的几所方氏人流已经大为亏损，方氏中剩余的商户也是被闹得人心惶惶，已经有不少人偷偷地跑去了加列家族的方氏。照这样下去，再有半个月，恐怕我们的方氏就得倒闭了。坐于下方的二长老此时也是满脸阴沉，咬牙切齿的道：要不我带点家族精锐去把那一品炼药师偷偷给宰了。三长老眼露凶光，森然的道：现在那炼药师身边起码有2位大斗师守卫，哪有这么容易？肖战摆了摆手，无奈的道：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啊！乌坦中的方氏利润可在占了我们家族收人的大头啊！三长老不甘的道。肖战嘴角抽了抽，此时的他也想不出别的法子。那天在拍卖会的那位神秘炼药师，不是说有机会与我们合作吗？看古尼对他的恭敬态度，想必他品阶绝对不低啊！如果有他的相助，加列家族肯定翻不起多大的浪。一直沉默的大长老忽然轻声道：哎，谁知道人家是不是随口说说而已？那种级别的人物和我们合作，他能得到些什么？那点利润他会在乎？肖战苦笑着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在椅上，叹息道。3位长老也是沉默。的确，那种等级的人物，萧家确实有些难以高攀。妈的，再熬几天吧，如果加列家族再不知收敛，那就别怪我们拼个鱼死网破了。舔了舔嘴唇，肖战手掌紧握着椅背，眼瞳中凶光闪掠。门外听到此处的萧炎微微耸了耸肩，手掌摸了摸怀中的那戒，嘴角浮现一抹阴冷，缓缓退开。